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许昌，身后这个雕像就是曹操。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就建在许昌，这里是曹丞相府，就是曹操当时住的地方。因为曹操没有当皇帝，所以叫曹丞相府，门票40，进去参观一下。曹操死了以后，他儿子曹丕接了班。曹丕后来废了汉献帝，他开始当皇帝的啊。进了曹丞相他家了，看看曹操当时住的地方，这都是后建的呀，因为1800多年了，当年的那些建筑肯定都不存在的啊。现在是按照曹丞相那个规格重新建造的，也是挺气派的吧。但是地址是原来那个地址啊。最前面有一个大型的浮雕，上面有个关沧海的雕像，曹操站在海边的礁石上，作诗一首：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河潺潺，山岛竦峙，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，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这首诗是曹操北征乌桓胜利了以后，他去了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去过的碣石这个地方啊，看着这个大海呀，波涛汹涌，顿时这个诗兴大发，写下了一首诗。碣石就是现在的秦皇岛那边嘛。这里面一共3个建筑，第一个是求贤堂。曹操是爱才之人啊，他这一生求贤若渴，他的帐下很多这些谋士。这边是一些展览，随便看一个吧。这里有一个曹操光脚迎许攸的故事。当时许攸深夜来投曹操，曹操正在洗脚，鞋都没有穿啊，光着脚就出城去迎接许攸了。许攸给他献了这个火烧乌巢的计策。后来官渡之战的时候，曹操就打了胜仗了嘛。这边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荀彧。荀彧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谋士。后来曹操赐给荀彧一个空的盒子啊，荀彧看到这个盒子以后就自杀了。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后面这个是议政厅，曹操和这些大将商议军事的地方。这里是一些京剧脸谱，后面那个楼是赋诗楼。曹操不光是军事家、政治家，他还是个诗人，写了很多的诗。而且曹操的这些儿子们也特别有才，曹丕、曹植、曹冲、曹彰，个个都是人才啊。这里还有一个动画，展示的是曹冲称象的这个故事。哇塞，下雨了，居然下得这么大！在赋诗楼跟前啊，我也要吟诗一首，朗诵一首曹操的《龟虽寿》。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看看汉魏8大美女，第一个蔡文姬，第二个是大乔、小乔。大乔嫁给孙策，小乔嫁给周瑜。然后是貂蝉，貂蝉4大美女之一。然后是甄宓，甄宓嫁给曹丕，也是曹睿的母亲。她原来是袁绍之子袁熙的老婆啊，后来官渡之战袁绍失败了以后，就被曹丕抢过去了。然后是孙尚香，孙尚香嫁给了刘备。这边是祝融，祝融是那个孟获的老婆。最后一个是曹节，曹节是曹操的女儿，她女儿嫁给了汉献帝。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以后，之前的汉献帝他就不是皇帝了嘛，然后就让他去山阳那边封了个侯啊，在那边做官。然后这个曹节就一直跟着以前的汉献帝。这就是曹魏8大美女。这个地方就参观完了。最后呀，我又忍不住想朗诵一首曹丞相的诗歌呀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好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点个赞吧，朋友们，拜拜。河南开封，在开封玩了10天了，我也是太能玩了啊！开封都能玩10天。今天要坐车去郑州了，有个公交车直达郑州，只要10块钱，去坐这个车。你别看开封现在是3、4线小城市啊，那放在北宋时候，这可是妥妥的1线大城市，国际繁华大都市。那个时候你如果来开封打工，那就是开漂。
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了，省会郑州。郑州比起什么洛阳、安阳、开封、许昌，简直名不见经传呀，在历史上。不知道为什么选择郑州做省会了。坐这个车，这是跨城公交车，开封到郑州，到高铁站的。出发了，现在开封和郑州感觉城市都连到一块儿去了。郑州往东发展，开封往西发展，慢慢的就接到一起了。到郑州了，一共50公里，开了1小时50分钟，这开的速度太慢了，下次还是坐火车吧。坐汽车又慢又不舒服。这终点站是到了郑州汽车站和郑州东站了。郑州这边气温也很高的，35度，开封的温度更高，36度，太热了。刚才去查了查资料，感觉郑州这边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啊，就一个2期广场比较有名，就是看那栋楼吗？这么巧啊，在停车场这里又看到开封的广告牌了。开封的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，不愧是我能待10天的地方。这个清明上河园很好玩，还有那个大宋武侠城，还有开封府，而且这里面全都是有表演的，真人实景表演，真的是太精彩了。我真是太喜欢开封了，还是开封有文化内涵啊。坐地铁去了，郑州这边好像没有卖票的地方啊，必须手机搞一个支付码那种的。来郑州第一感觉就是人真多呀，比开封多多了。看下面等车的人呐，哇塞，感觉乱糟糟的呀。我是坐这边的，这个进不去了。从这里啊，哇，好凉快呀！也不是上下班高峰期啊，这么多人，全都坐满了。看一下郑州的地铁线路，一共是7条线。我现在东站，2期广场是市中心的位置。我先去那个大玉米那里看一下，就是会展中心这里，要坐4站路。出地铁了，郑州下雨了，估计晚上没有灯光秀了吧？那个大玉米啊，亮的灯还是挺好看的。找了个住的地方，来郑州第1天住这里，锦江之星，挺干净卫生的吧？还有个大飘窗，挺好的啊。这个房间120块钱，如果在开封的话，也就100块钱左右吧。郑州消费还是比开封要贵一点。刚洗的衣服挂在这里啊。外面的景色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，这里是开封的天波杨府。杨府就是杨家将的府邸，因为在天波门的旁边，所以叫天波杨府。杨家将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吧？满门忠烈，进去参观一下，门票40块钱。杨家将血染疆场撼天地，父子兵前赴后继铸忠魂。一进门就是很大的一个照壁，上面写着天波杨府。正对面呢是一片湖泊，这个叫杨家湖，里面现在很多芦苇，然后有荷花，荷花马上开了。前面的位置很多古建筑，那就是清明上河园，那边就是古代的皇宫龙庭的位置。它这个杨府一共分3部分啊，最中间中轴线上就是杨业平时办公的地方，左边是他们家的私人花园，右边是练武场，就是平时杨家将练武功的地方。咱们先从中间这个中轴线上开始看一下。先看一下杨家将的人物关系，这是祖孙3代啊。第1代就是杨业和佘太君，他俩有7个儿子，老大是杨延昭，还有杨六郎啊、杨七郎之类的。然后第3代是杨宗保，也是很有名的，他老婆穆桂英。杨家祖孙3代啊，不光是男的，连女的也是女将，很厉害的。这个杨府最早就是杨业的府邸，
杨业这个人作战很勇敢的，而且武功很高超。他每次和辽兵作战的时候，把辽兵都打怕了。辽兵见到他都叫他杨无敌。他是常年守在雁门关那个地方呀，在我们山西。这个房间里展示的都是杨家将使用过的兵器。最中间有一幅地图，是当时北宋时期的全国形势。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的地盘并不是很大，西边有吐蕃，西北有回鹘，北方有西夏和辽国。由于幽云16州不在我们手里，所以当时山西和河北这一带就处于战争的前线了。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，云州就是大同这一片。这个石碑上还刻着杨家将的枪法，一共是63式。这个是杨府的主楼，叫天波楼。这里面还原了当时杨业和杨家将们排兵布阵的开会的一个情况，正在大厅里商议着对敌作战的方法。七狼八虎。说完第一代的杨业，再说一下第二代的人物。第二代7个儿子，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。其实杨六郎他并不是排行老六，相反他是排行老大的。为什么叫他杨六郎？这个名字是敌方给的，就是辽兵当时他们认为天上北斗七星第6颗星对他们国家很不利，所以他们就把作战很勇敢的老大叫做杨六郎了。这杨家还有4郎比较有名，有个戏曲叫《四郎探母》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讲的是杨四郎在一次战斗中失败了，被辽国俘虏了，但幸运的是辽国的公主看上他了，他在辽国就做了驸马了。有一次他母亲佘太君亲自披挂上阵和辽国打仗的时候，杨四郎知道这个情况，晚上呢就悄悄地跑出去和他母亲见面。然后佘太君就很生气地问他说，你怎么能去金国做驸马呢？那是我们的敌人，你这是背叛祖先认贼作父的行为啊。杨四郎赶紧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其实是去那边打探虚实了，刺探情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。他母亲一听他这样解释，也就把这个误会解开了，一直都是冤枉他了。还有第3代的杨宗保和穆桂英，这个穆桂英作战也很勇敢啊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时间有限，就不多讲了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现在河南开封府，后面正在表演那个包拯断案呐，人好多呀。上个视频带大家游览了开封府，这个视频呢，去这边的牢房转一下，看看古代的监狱里面是什么样啊。门口有2个士兵把守。以前包拯在那边上堂的时候，他不是有带犯人吗？就从这个地方把犯人带过去啊。现在有好多游客啊。这边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，正对面这个典狱房就是这边牢头还有管教办公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御神庙，供奉的是这个人叫高陶，他是尧舜禹那时候的人，因为他办案比较公正，被后代的这些人啊尊称为御神。这里供奉一个御神庙，也是希望这边的监狱管理人员能够向他学习，做到公平公正啊。从这里看一下牢房啊，它是男女分开的，分开关押，这边是死牢，这边是普通的牢房。墙上写的刑罚无喜，罪恶莫瞒。现在我们牢房写的什么？写的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是一个意思啊。先去看看这个男牢房，是这样的啊，左右各有3间牢房，顶上是有铁丝网的，是逃不出去的。以前这个铁丝网上还会挂铃铛，你只要一动这个铃铛就会响，这个监狱的人就会跑过来啊。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反正这里面光线都比较暗的，就是地上有一个台子，上面铺了很多稻草。以前这边都是有隔断的嘛，一间一间隔开。现在为了让游客来参观，他都把隔断打掉了。反正走到这里面还是比较瘆人的，比较瘆得慌。这门上都打的门钉，很结实的。
牢房里的环境很不好啊。这就是男牢的情况了。看完男牢房，再看一下女牢房。男女里面的格局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上面是有卫兵在巡逻的，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啊。里面也是一样的，铺的稻草。河南的冬天是非常冷的，大家想一下，这冬天会不会给他们烧暖气呀，或者是烧个炉子呀？肯定是在这边挨饿受冻的，所以是非常痛苦的。你只要进了牢房呀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最后再看一下死牢，死牢上面是一个虎头，下面这个门啊比正常的门要矮一点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进牢房的时候，你要低头嘛，代表你低头认罪，而且你是阶下囚啊，你要低人一等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低头钻进来，里面又有一道门，双重保险。里面是一个小院子，这里呢有一口井，供牢房里面的人喝水用啊。这个井口特别小，是怕这个犯人想自杀跳进去，所以故意把井口修得很小。就是这样的。男死牢关押过青面兽杨志，就是《水浒传》里面那个杨志。再去女死牢里面看一下，照样是低头进来，低头认罪。这里呢有一个流沙墙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防止犯人他们把墙挖个洞想跑出去。它这个墙啊是有夹层的，修了2层，中间添上这个沙子。如果你想在墙上挖洞逃出去，那么夹层里面的沙子就会流出来，把洞堵住。哎呀，古人真是设计的太聪明了。这边还有囚车，跟电视上演的一样啊，把犯人拉出去游街示众，拉到那个行刑场地砍头。这里是一个十字架啊，把人绑上去，绑到架子上严刑拷打。前2天我刚参观了山东运城那个监狱啊，那里面还展示的各种刑具啊、枷锁呀，这个还好，没有把那些恐怖的东西展示出来。这个牢房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